李丽红拍下这只球后，就把它送给了路边的小孩子们。也就是说，他拍之前就知道这只球是假的。有一种犯罪活动，会利用竞拍拍卖品作为完成目的的手段。没错，如果我的推测成立，那么那家沃尔拍卖行恐怕也和恒达金融，不，是宋恒有关系。宋恒所涉及的非法活动不只有套路贷，他还在利用这家拍卖行进行洗钱，甚至还有可能，他洗钱的场所不止这一处。另外，我今早发现李丽红发了条短信给一个陌生号码，晚、老时间、老地点。李丽红今晚上约见的人，很可能就和洗钱相关。我进去看看，你在外面等我。会的。对了，这个你带上。我跟踪时没办法打电话，我会用这个跟你保持联络。红哥，等你好久了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当然。这次是不是可以开始动手了？还不到时候，差一样东西。不过我已经确认了它在哪里。这是最近的信息，拿好。拉肚子也有拉肚子的好处，被我抓到了吧？红哥，今晚我可立功了。放下东西，抱头蹲下。放下武器！放下武器！我没事，抱歉，让你受惊了。我在3楼，你直接过来吧。哎，慢点儿，这里探案，你小心。
对不起，我又让你担心了。我没事的，真的。夏燕先生，我不是想打扰你们，但这个场合不太合适。另外，你能不能先和我们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？其实，整件事情是个误会。这位李立宏先生，还有其他人，都是警察。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干这件事拿了什么好处，但我劝你及时收手。拿了什么好处？这句话你们应该问问自己。你说什么？Glock 17，世界上警察装备数量最大的手枪。你们就是纵横在魏明市的保护伞，叛徒比敌人更可恨。慢着！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误以为他们是黑警，李警官迫于形势就和我说明了情况。李立宏警官是魏明市经侦科安排在恒大金融的卧底，他今天来这里是和专案组其他警员沟通情报的。我已经用权限确认过他们的警号和身份，没问题。我之前在另一家公司卧底过很长时间。为了更方便拿到情报，所以在业务上多努力了些，升职成了总监。所以这次卧底恒达金融才比较容易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手段，不过就不值得外道了。说到让人意外，还是这位小兄弟更胜一筹。现在私家侦探的身手都这么好了吗？还是说，其实高手在民间？没办法，现在侦探这行竞争压力太大，想多赚钱，必须会的东西多一点。恒达金融一案，二位身为普通群众，不宜再继续深入。后续调查就交给警方吧，请你们相信我们。我们当然信任警方，不过我们也是受人委托来调查宋恒和恒达金融的。我的雇主有一些因由，需要尽快知道他们的内情。而且李警官，你卧底1年却迟迟没有收网，恐怕是现在还有些困难吧？如果不会妨碍公务的话，还请你允许我们协助调查，毕竟警民一家亲嘛。再说，见义勇为不需要什么理由。至于安全问题，你刚刚也说了，高手在民间。能否参与调查行动，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们。保护普通市民，不让你们身处险境是警察的义务。其实，你们主动把掌握的情报告知我们，就是一种协助了。
那我们就先把目前取得的调查线索都详细的说说吧。原来如此。前几天我们确实从刑侦科那里拿到了这份录音文件，没想到你们就是当时发现证据的人。至于俄狄浦斯，根据你们发现的情报，确实很有可能是恒达金融的总裁宋恒。没想到他还做了这些事。我们现在正和斯芬克斯联手，试图抓住俄狄浦斯，也就是宋恒。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份能否给你们的调查行动带来些帮助？在纪晓宇告发贝多借贷公司之前，我们就发现恒达金融有涉黑的嫌疑，开始进行暗中调查。我因此应聘财务总监，卧底进入恒达金融。我们发现恒达金融与多家套路贷公司有来往，并帮对方洗钱。但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收网，是缺失了什么关键证据吗？没错，现在是法治时代，如果要将恒达金融和他的相关团伙一网打尽，我们必须有完备的证据链。他们的律师团队非常厉害，只要证据稍有瑕疵，那些律师就会由此入手，置于警方的整个搜查。如果再发生这种事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以法律的名义无罪或者轻罪脱身。那些律师，天天说我们滥用公权力，整天程序正义、程序正义的。我只是旁观都受不了，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又该有多难过啊？他们都看不见吗？还拿法律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一帮送棍，学法学的一点人性都没了。行了，别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，这对破案没有任何用。李警官，我知道警方的调查进度不方便详细透露给我们，不过我有个提议，你听听看，是不是可以采用？宋恒，也就是俄狄浦斯，认为我的同伴斯芬克斯掌握了他的某个重要情报，所以他为此大动干戈，试图找出斯芬克斯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一点着手，做一些设计，让宋恒露出破绽？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办法。你们正在进行侦探调查，这个身份很合适，而且你的身手放在警察里也是很不错的。多谢夸奖。但就像你说的，我们的调查行动和计划不方便透露，所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具体的协助方案。你们今天先回去，等我的消息。另外，夏燕侦探，抱歉我让你受伤了。你可以跟我去警局办理赔偿申请手续，也顺便处理一下伤口。不用麻烦，这点小伤我自己可以处理。再说都是误会，你们不追究我袭警的罪过，就算我们扯平了。